好，来到節目的最後一趴，我們要來探討算力呢，它從誕生的一刻起，就是決定了文明生死。大家知道嗎？在1940年的時候，計算機科學之父艾倫·圖靈，他在當時面對德軍號稱不可能破解的這個 Enigma 密碼機，他頂着無數的狂轟濫炸，在他的小密室造出了圖靈機，從此改變了人類的歷史，也讓這個呢算力直接變成了勝負的這個決定權。好，8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再次回到了一個新的算力舞台。這一場圍繞智力跟算力的軍備競賽，下一個回合已經跟當年的圖靈機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現在已經進化到一個你沒有辦法想象的地步。他是誰呢？我們來看到一組令人頭皮發麻的數字：每秒2.19百億次浮點運算，這是什麼概念？我跟觀眾朋友講一下，相當於你全球80億人呢。我們每秒所有人都不吃不喝，我們就每人每秒開始瘋狂的做這個算術。那這台機器它只要1秒鐘就抵全球所有人做的事情了。它就是來自中國發明的這個圖聖超級計算機。好，時隔9年，這台機器幫助中國呢奪回了全球超算的 Top 500的第1名，這比美國的這些競爭者足要快了20%的速度。那一經問世呢，又掀起了哇，中國又奪回這個算力龍頭地位的一個討論。想請教一下楊老師可能觀眾朋友平常都是用普通的電腦、民用電腦，他們對於這個超級計算機不是那麼理解。這台圖聖它究竟厲害在哪裡？還有我們說超算啊、量子運算，這往往就是跟下一代的軍事科研運用高度綁在一起的一個東西嘛。那這件事情它的問世，會不會象徵美中在這些頂尖的算力上形成了一個黃金的交叉點？它就是10的18次方。好，所以2.19乘上10的18次方的浮點運算，這是什麼東西啊？這是天文數字，無法想象。你如果用全世界的人口，全世界人口現在80億，对，分給大家，每個人每秒要算到2.75億次，好，所有80億人1秒，然後這樣計算，才等於這個零勝的1秒。好，所以到達這種地步，那它的意涵是什麼意涵呢？第一個它最大的意涵，我覺得其實它這個速度已經超越 Number 2， 美國的那個電腦一個叫做 EI Captain， 那個它還不到2，這是已經第一次人類的這個超級電腦超過2的這個100億億次，我們叫 extra floats。那因此它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而且 Number 1。得到國際的這個確認。第二個，這更厲害，它完全用國產的晶片系統，然後呢網絡，完全不用就是美國的 GPU 或任何的其他東西，它用 CPU， 它用國產的麒麟，它用相關的這些這個網絡所建構起來這一台超級電腦，也就是說，中國整個在實質運算能力上以及持續運算能力上都已經超越美國。是，而超級電腦在做什麼東西比如說超級電腦在做這個半導體、新藥，當然還有就是這個戰略，以及所有你可以想象很複雜的航空、太空的這些層面。那因此，在中國大陸所呈現的是不用美國所謂最先進的設備，然後呢，這個技術以及相關的這些硬體、軟體，它用自己本身的國產的這套體系做出來的這個零勝呢，已經超越美國。那當然，在很多的技術層面，未來的運用層面就很廣，尤其它在未來在 AI 的運用的這個層面呢，還沒有得到進一步完全的開發。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得到就是整個國際的認可的這一套的這個超級電腦其實展現出來中國在過去這10年、15年的這個期間整個全面性的，你看到現在已經大家好像有點忘記了，我們前面1、2年在談的中美的科技戰的時候，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科技打壓的時候，後來到了差不多2024年、25年的時候，中國在很多全世界，而且都是國際的機構的研究發現到，超過63個全世界的關鍵核心的技術，中國已經有將近2/3是領先全球的。然後更不要說
這個是在技術的領先。那現在在實際的製造業跟這些成品的產值，在全世界也是大概在全世界7大的這個產業的項目裡面，10大產業項目裡面有7大是領先，而美國呢就是大概在 IT、新藥以及這個太空航空。那我必須要解釋啊 ，IT 因為美國自己本身也就是科技業自己本身因為科技戰的關係，把西方的市場給壟斷。是。然後呢，新藥這個中國現在也要追上。太空很簡單，因為它讓 SpaceX 的商業化，所以把錢都吸來了，所以才會好像在產值上領先。因此，你就在從技術在做全球的製造，現在看到了這個超級電腦，2.19億次的浮點計算。好，當然這個離我們老百姓使用很遠啊，所以大家對於林勝可能還非常厲害，但你不知道它有實際上厲害到什麼程度，難以想象。但如果說這種東西是放在實驗室的這種國家級的重工業，那人工智慧的這種大模型框架才是真的走進大家手機裡面的這個輕騎兵啊。我們剛剛看到，不只有林勝這一招哦，中國 AI 運算發展現在是組合拳的模式。一家厂商智譜 AI 他們甩出了一張王牌，推出了一個叫做 GLM 5.2的模型。它在很多的第三方的這個評測裡面是可以擊敗美國的獨角獸大廠 Anthropic， 它現在這個如日中天的 Cloud 這個模組的，而且讓矽谷工程師更驚呼的是，這個智譜他們後面沒有使用輝達的頂級晶片，這就很神奇了，降本增效啊！秘密是什麼？我很好奇。其次，這麼厲害的代碼核心代碼，他沒有要這個獨樂樂哦，他說我不如眾樂樂，我開源，歡迎大家一起來用我。用這個中國開發出來的好東西，這就顛覆了美國玩那一套我壟斷、我收費的商業模式啊！這狐狸賣什麼藥？繼 DeepSeek 之後，這個 GLM 5.2會不會是一個令人非常期待的中國又一大舞？對，現在大家特別注意智譜這個打敗這個 Cloud 的這個最新宣布是在6月13號哈，因為這個有個時間點，6月12號，美國商務部突然不知怎的突然宣布。不准美國之外的用戶用這個 Cloud， 就 Entropy 的這個 Cloud 的這個 Fable5， 它因為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什麼呢 ？AI agent， 大家了解哦。現在很多數據模型，我們跟 ChatGPT， 我們在 DeepSeek 的這個較量當中是跟大語言模型，大家問他問題，叫他設計圖等等之類的，它是個綜合性的。可是現在最新的都是叫做 AI agent。就它有個 agent， 有個代理幫你做跨軟體或類似之類的。那麼這次跟 Cloud 的這個比較，首先剛剛講第一個是6月10號，美國宣布最厲害的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不准你用。哇，這個 Entropy 真的是受不了，因為 Entropy 先前不願意配合美國國防部。變成給他們的這個軍事 AI， 他們拒絕了，所以現在對於很多的這個使絆子，雖然 Cloud 公稱是最好的這個 AI agent 的這個他們現在的這個使用的工具。好，6月12號不准你用，結果6月13號，中國大陸的智譜就宣布了他們這個 GLM 5.2流模型，而且立刻行家們對拼什麼呢？拼網頁設計，就我們剛剛講它是 agent 嘛，幫你做個厲害的網頁設計，拼資安漏洞的尋找，拼長程式的部分的設計，結果全部都智譜贏。大家注意哦，這個不是 ChatGPT 跟 DeepSeek 的那個語言模型，叫做 AI agent， 是現在趨勢上最重要的。就如同剛剛楊老師所特別提到的，他們其實用的是華為的晶片，他們用 MOE 是中國大陸自己本身的模型，既然能夠開發出能夠打敗全世界現在最厲害、美國最厲害的這個 Cloud 的 AI agent， 而且是旗艦型的 agent。宣布6月13號那一天，所有企業的運用，而且剛剛講它是開源，而且它的使用成本就只有 Cloud 的1/6，它用的 token 的跟能源跟各方面是更便宜，所以基本上呢，現在雖然大家覺得馬斯克也說可能中國最厲害的 agent 會比較晚，可是現在才不到6月底呢，所有這些大語言模型，剛剛講圖靈的也好，包括現在的 AI agent 的最新。都已經迎頭趕上了哦，所以這幾波的這個動作也讓智譜的在這個香港上市的部分突破1兆港幣，所以他們說他們要最厲害的這個不能讓少數人用，所以開源這個是另外一個中國大陸可能會跟美國對抗的很特殊的路線。哇，開源這條路確實就很特別哦，就是中國的 AI 發展已經跟美國還有西方那一套商業模式走出了完全不一樣的未來。中國就是看這2大板塊在做這個 AI 的競爭。好，我們再看一個目光哦，可能一組沒有像
剛才看到的凌盛機器那麼會運算，或者像這個 GLM 那麼厲害的 agent 令人期待，但是也有非常多這個風向意義的一個經濟數據，那就是現在日本。大家都知道嘛，我們在很多的這個 AI 的領域裡面，或許大家想到先進製程，會想到台積電，想到 HBM 的這些高頻寬的記憶體，會想到韓國的三星跟 SK 海力士。但是行家都知道，日本在這個行業裡面扮演的角色，就是作為供應商、設備商還有材料商這個領域啊，其實日本有非常多的隱形王者，從光阻劑、關鍵清洗、薄膜、氣體、靶材等等，日本其實把握了很多半導體裡面的這個一環。但是現在日經新聞就報道，日本半導體設備開始對中國大陸的銷售額出現了破天荒的減少，先減少了多少？10%，這就是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因為現在全球包含中國大陸都在持續做 AI 基礎建設的大興土木，照理說你應該用的更多才對，但你既然減少了，我們只能唯一的解釋就是中國自己的產出把這部分缺口補上了。我們合理懷疑。中國半導體國產化的進程已經在鴨子划水，底下呢開始越來越多的這些廠商啦，配合的廠商已經可以把這個洞給慢慢補上了。將軍，你有觀察到這一塊嗎？日本5大這個半導體的產業設備企業，這個在2024年的時候對中國的銷售額是1.66兆，1.66兆，但是到2025年的時候只剩下1.47兆啊，整個下滑了12%。那是不是中國在半導體產業的需求減少？不是，它反而增多哈。我跟各位講一個數據，在2021年到2025年，總共4年的期間，中國半導體設備總共成長的數額是這個21%哈，可以是加倍成長。那為什麼中國這個需求加倍成長，反而從日本進口的這些半導體設備反而減少？那很明顯的是，中國自己有自主能力，它開始開發生產，而且中國在這方面來講的話，是由政府來主導帶領的相關的企業來共同發展，建立自主性的半導體的產業的這個供應鏈。